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比赛介绍。今天我要分享的比赛叫做 SASMO。SASMO 是一个由新加坡主办的国际数学比赛，开放给来自亚洲7到19岁的学生参加。那这个比赛呢，你不需要特地去到新加坡，而且好消息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奖，并不会很难哦。今天的分享除了有 SASMO 的所有比赛资讯，我还会跟你分享一些比赛策略，以及一些历年考题和解题方法。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SASMO 这个比赛历史悠久，在亚洲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数学比赛。身为国际比赛啊 ，SASMO 的含金量也是挺高的，特别是如果你能够得奖的话。那问题来了，我们要如何在 SASMO 里获奖呢？ SASMO 的奖项呢是按照参赛者百分比来分配的，所有的参赛者都会获得证书，而金银铜奖呢则还会获得奖牌。除了满分奖之外，排名前40%的学生呢，都将会获得金银铜奖。它并不是说只有一个金牌得主、一个银牌、一个铜牌那样的，它是按照百分比的。换句话说，每10个参赛者当中就有4个人可以获奖。所以 SASMO 的获奖率啊，其实相比起其他很多的数学比赛来说，它的获奖率是蛮高的。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而且按百分比来分配奖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越多人参加比赛，获奖的人数也就越多。而如果你的排名在40%以外，但是前50%的话，那你还会得到这个荣誉奖，也就是与参与奖不同的证书。除此之外啊，金银铜奖的这个获得者也会被邀请去参加主办方的接下来的一些其他的比赛。这些比赛一般会在国外举行，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的话，你就有机会出国比赛，有机会去认识其他国家的数学爱好者，有机会一边旅行一边比赛。SASMO 有许多组别，不管你是小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快要上大学了的 Pre-U 生都好，你都可以来参加 SASMO。而且你不一定要得通过学校来报名 SASMO。那要如何报名呢？ SASMO 会在每一年的4月份举办，下一届的 SASMO 呢也不例外。刚刚已经开放报名了。那如果你的学校本来就有参加这 SASMO， 那你可以直接通过学校老师来报名。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去问问看你的学校数学老师。如果你的学校没有参加的话，那你也可以通过个人的报名的方式来报名。这是马来西亚学生个人报名的链接。那当然，如果看着这个影片的你是来自其他的亚洲国家，那你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索，不难找到承办方的这个报名链接的。那比赛地点呢，则会根据你的报名方式而有所不同。如果你是根据学校报名，你就会在学校进行这个比赛；要不然的话，个人报名就会在线上进行。这个比赛的报名费用呢是135令吉。而最重要的是，报名截止日期已经快要到了，在我这个影片发布后的大概1个月内就会截止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得赶快行动了，以免不小心错过。那当然，如果你比较迟才注意到我的这个分享影片，你想要报名下一年的 SASMO 的话，那你也一样可以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大概前一年的12月左右开始留意报名的资讯，就不会错过了。那我们接着来看今天一些比较干货的部分，也就是 SASMO 的比赛格式。SASMO 的比赛用时为90分钟，一共有25道题目。换句话说啊，每道题目的平均时间只有3分钟半。所以一般上我会建议我的学生在作答时不要在同一道题目停留太久。如果过了3分钟还是完全没有头绪的话，那就可以先跳掉这一题，有时间的话再回来尝试。SASMO 的比赛题目呢，包含学校数学掺杂奥数题，就有少数的题目是跟你学校考试类似的题目，然后也有不少的题目呢会是那种奥数题目。好消息是题目是3语的，因此就算如果学生的这个英文还不是很好的话，那你还是可以通过依赖中文来作答。而跟其他大多数的数学比赛一样，比赛呢是不能够使用计算机的。那我们来看更仔细的这个比赛题目。题目呢有被分为 Section A 跟 Section B 2个部分。A 项有15道选择题，每一题会有5个选项。那答对的话会得2分，答错会有扣1分。是的，有扣分的比赛其实是蛮少见的。那面对这个扣分制度，当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目的时候，到底是应该去猜一下这个答案，还是主动放弃呢？这个等一下我会跟你分享相关的这个策略。我们先看 B 项啊 ，B 项有10道题目是非选择题，答对4分，那答错的话就不扣分了。为了避免因为扣分啊导致分数少于0的话，那它会有我们一开始会有每个参赛者呢15分的初始分。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啊，我们会从15分开始。如果说所有的题目都答错的话，那就会被扣掉15分，分数归0。而最高分的数是85，怎么来的？
就是如果你 A 项全对，你就会得到30分 ，B 项40分，加起来总和满分为85分。这是 A、B 项题目的问法，差别在于有没有选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SASMO A 项的选择当中，常常会有一个选项叫做以上皆非，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比较难通过套用选项来试出答案。那可能你会疑惑啊，就是这个选项一的以上皆非有没有可能是答案呢？其实选项一啊，的确可以是正确答案的，但是以我研究了 SASMO 多年来历年考题的经验，选项一为答案的题目出现的频率的确是比较少的。比如说同一个组别，每2到3年才会出现一题答案是这个以上皆非的题目，所以它不一定错，但它的确是比较少见的。而 B 项呢，我们是不需要把这个解题步骤写下去的，我们只需要写答案就可以了。答案呢会是一个介于1位数到4位数之间的一个数字。在作答的时候，我们会把答案涂黑在这个答案纸，左边这边第1到第15题就是选择题 ，A、B、C、D 涂黑正确的答案。第16到25题则是把那个答案数字涂上去，例如如果答案是123的话，那你就涂黑0123这样子。那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就是 SASMO 的比赛策略。我参加 SASMO 的学生啊，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如果我不会做的话，那我要不要猜答案？是的 ，A 项答错会扣分，那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冒这个风险呢？让我们用数学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在数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期望值，它计算的是平均每一次尝试我们会预计得到的一个结果。那当我们有5个选项的时候，要计算出期望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答对的概率，也就是5题里面会有1题是正确的，乘以答对获得的这个分数加2分，再加上答错的概率，选项里面有4个答案是错的，乘以答错会被扣掉的分数。这里我放的这个是负数，放负1是因为会被扣掉，所以我放负数。那算到最后呢，我们会拿到的答案呢，会是这个负 0.4。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我们每猜一次答案就会损失 0.4 分，所以这个尝试呢是不值得的。但这个策略不会停留在这里，因为啊，有时候啊，就算我们不会做一道题目，选项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是错误的选项被我们排除掉了的。例如说，当题目只剩下4个选项的时候，那我们的期望值的计算就会变成，这次我答对的概率呢，变成4个选项当中有1个正确答案了，乘2，然后加上4个选项当中有3个错误答案，然后把它计算出来，我们会拿到答案是负 0.25。期望值负 0.25， 很遗憾的，答案还是负数，也就是说还是不值得尝试。可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去计算，如果我们已经排除了2个明显错误的选项，只剩下3选1的时候，那这次我们计算的结果，你就会发现我们拿到的答案呢，居然变成了0。0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均每猜一次答案，预计不会得到或者失去分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数学的角度来说，你要尝试还是不要尝试都无妨。最后我们来到了这个2选1的局面，那这次的期望值呢，就会变成 0.5。哦，很好。换句话说，每一次尝试，我们预计会净赚 0.5 分，那这就是很值得去尝试了。这边我做了一个表格来总结一下我们刚才的计算结果。总而言之，如果你还剩下5个选项或者4个选项，那是不值得尝试的，建议你留空就好。如果你已经排除了2个选项，那你要不要猜都可以。如果你只剩下2选1了，那你就勇敢的去猜吧。在比赛里面，这个策略是很好用的。我们来看这道题目啊，题目让我们找规律并找下一个数字。虽然这道题目并不难，但假设这题我们不会做，那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刚才的这个策略呢？首先特别明显的是啊，在这个规律里面的数字是越来越大的，所以下一个数字肯定不会比34小，所以这边我们就会发现 A 跟 B 是明显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这时候我们就只剩下3个选项了，要猜答案也可以了的。更何况啊，选项1虽然有时候偶尔也可以是答案，但它很少见。猜答案的时候，如果你要猜一个的话，不建议你去选择它，选择 C 或者 D 答对的概率会更大。那在这个情况下，相比起留空，直接从 C 跟 D 之间选一个，勇敢的猜一个答案，会是一个更明智的策略。好啦，那最后我们来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部分，到底 SASMO 的题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又要如何去解答呢？我们从 Grade 1的题目开始循序渐进，
第一道题目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学校数学。题目告诉我们5加19与这个什么号码加7相同，所以说这边是一个等于。要计算这个，我们只需要拿5加19再减掉7就可以了。你可以正常的去做这个直式，24减7，你就会拿到答案了。当然，你也可以用逻辑思维。我们发现要让这两个东西相等的话，7跟5差别是在于7比5大2个嘛。所以说7的好朋友，它不需要这么大，它只需要比19小2个就可以了。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个更快的速度，快速的找到答案。那我们看下一题。下一题，在一个 F1 赛车比赛当中，有一位这个法拉利车手，那他从最后的位置开始比赛，这边是终点。那我们从最后的一个位置开始比赛，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超越了其他的5辆车，所以往前超越了1、2、3、4、5辆车，来到了这里，最后获得第2名。所以比赛一共有多少辆车？他超越了1、2、3、4、5辆车，然后他还排第2，代表前面还有1辆车，所以总共如果你去计算车的数量，就会有7辆。1、2、3、4、5、6、7。这是一道负面算题目，题目给了我们一个直式，直式里的数字，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一个个位数，我们需要去把每个数字破解出来。对了，你可以随时暂停这个视频，自己先尝试思考一下，然后才看我的解法的。好，那做负面算题目，一般上我们会从最前面或者最后面开始做起。比如说在最前面这边，我们发现3位数加2位数，居然拿到一个4位数，那它只有一种可能性的，也就是就算我今天拿最大的3位数加最大的2位数，我们会看到答案是会等于1098，也就是说我的这个 R 我可以很肯定它是1的，因为3位数加2位数，你要凑成一个4位数，你的4位数肯定是很小的。同样我也知道我的这个 C 必须要是9的，因为唯有你的 C 足够大，你才可以被后面进位到变成1开头，变成4位数。如果你是8的话，就算你后面是99加99，你也只可以拿到900多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就先找到了这2个数字，从前面做起。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R 是1吗？我可以直接把这个 R 更替成为1，那我这边就可以直接找出 F1 加1等于2，我把 F 也找出来了，最后只剩下 O 跟 E。那1其实我也可以马上就可以找到的。你会发现到，当我有3位数加2位数的时候，我的第2个数字最大也只可以是0它没有办法比0更大了的，所以这边我的 E 也只可以是0，然后我就只剩下一个 O 啊。其实我们已经做完了，它要我们找的是 R1EF， 所以答案就是1002就完成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顺便把这个最后的 O 找出来。那什么数字加自己会等于0在后面的嘞？要么是0加0等于0，要不然就是5加5等于10，你的后面的数字也还是0。在这一题里面，为了凑足1002，所以我们就知道答案是5。当然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是因为0已经被1拿掉了，所以你的 O 不能再用同样的数字，因为每一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嘛，所以你就直接尝试5就可以了。总之这题的答案是1002。题目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图片，比如说在这题呢，它叫我们研究以下的图案，并找出最后的这个图案是什么。那首先我们可以先尝试找到每一个图案之间的区别。首先它们的这个嘴巴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笑脸，有些是这个面无表情，有些是这个苦瓜脸。那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它们的头发，有些有1根头发，有些有2根头发，有些有3根头发。那我们再看这种9宫格的题目，你要么往横看，要么竖着看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往横看，那这边有一个是面无表情，有一个是笑脸，有一个是苦瓜脸，也就是说每一个这个表情呢都会出现一次。所以当我们尝试找问号的时候，这边是苦瓜脸，面无表情，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猜测就会是笑脸了。头发也一样的，这边有1根头发，这边有2根头发，这边有3根头发，所以最后的这一行也是2根3根，就只剩下1根。所以你只需直接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答案了。接下来我们顺便来看看刚才我们做例子的这道题目，还有我们找规律找到下一个数字，我们已经排除掉 A 跟 B 了。但这题其实并不是很难，我们直接去找它的规律就可以了。通常最基本的一种规律呢，就会是你可以去找到每一个数字与下一个数字之间的差别。4去到7呢是一个加3的关系，7去到13的13减7会是一个加6的关系，22减13加9，
34减22加12，所以这边又是一个3692，非常明显，下一个会是加15，所以34加15，我们就会拿到这一题的答案了。答案是 C。这一题呢，要我们找的是 last digit， 最后一位数。首先啊，这边它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2乘2乘自己很多次，乘20次，再乘3也是很多次。这个数字如果你要硬去算出来的话，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但是好在题目只需要我们找最后一位数，所以就变得不难。首先呢，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先尝试合并起来，不然看起来很复杂。我有20次2跟20次3，如果把2跟3组成一组的话，变成6，也就是说2乘3等于6嘛。我6乘自己20次，会跟上面的这整个东西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因为我就是把这个6变成2乘3，转变成6而已。那接下来怎么做呢？因为题目让我们找的是 last digit 而已，所以我在找 last digit 的时候，我就看，当6只有1次的时候，我去找它的规律。6 2次的时候，2次的意思就是6乘6的时候会拿到36。那我们只需要在意我们的 last digit 就可以了。6乘自己3次的时候，我会36再乘6，你会拿到216。所以最后你发现它还是6，你就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是用6的时候，不管你乘自己多少次，你的 last digit 永远都只会是6的。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6，不太需要计算。下一题，辛迪亚刚买了一个新的行李袋，然后他想要为这个行李袋创建一个3位数的密码。那这个密码呢，要有刚好2个6，不多也不少。请问有多少种可能性？比如说663有2个6，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那首先啊，除了我们要的2个6之外，第3个数字不可以是6，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它可以是0、1、2、3、4、5，不包括6哦，7、8、9，一共有这个9种可能性。那在这9种可能性来制造这个组合之外，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神奇的数字，它也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放在第2个位置和第1个位置，所以它又有3种不同的排列方式。3种不同的排列方式乘以每一种排列都会有9种组合的方式，我们就会找到27种排列组合，就拿到答案了。下一道题目，这是一个关于 Pigeonhole Principle 的题目。Henry 有一个袋子，里面有4种不同颜色的球，每种球都有不同的数量。然后在不看的情况下，请问最少需要拿出多少个球，才可以确保它得到3种不同颜色的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得到3种不同颜色的球，然后我们要确保我们必定会取得胜利，就是我们不要用运气来赢，我们要确保我们保证都可以赢。那要赢得这个游戏，要拿到这个球的游戏，请问最少需要多少个球？那要做这种题目呢，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最坏的情况可以是怎么样？我们去思考我们的 worst case scenario。比如说，如果你一直拿的球呢，不断的尝试当中呢，都拿到同一种颜色，那你距离拿到3种不同颜色的球的这个目标就会很远。所以我们可以先尝试去耗费更多的步数。比如说红色的球的数量很多，那就会有一种很倒霉的情况是，你前面的25次尝试全部都拿到红球，所以说你只拿到1个颜色的球，哪怕你尝试了25次，是一个很不好的很倒霉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加上还有什么方式让我们继续的倒霉？接下来下一个跟第2多的是黄球，有13个颜色，13个数量。那加上13的意思就是说38的尝试之后，我可能只拿到25个红球加13个黄色球，刚好没有拿到棕色和绿色，达不到3种颜色的目标，所以这就是我最倒霉的情况。那当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最倒霉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就柳暗花明了，因为你再拿多1次的时候，只剩下7个棕色或者10个绿色，不管你拿到棕色还是绿色，你都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所以最后我们加1就会拿到这一题的答案了。下一题这是一个几何题目，题目告诉我们有一个正方形，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半圆，有一个1/4圆，那我们找的是阴影部分的面积。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跟学校数学的差别，一般上学校数学它会给你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图形，然后你只需要用这个套公式的方式就可以找到答案了。但是在奥数的题目里面，它常常会给你像如图这种非常不规则怪怪的图形，然后让你去找。那我们要怎么找呢？在奥数里面，面对面积的题目，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方式，
就是尝试把这个图形通过 cut and paste 移花接木的方式弄成一个我们比较容易计算的图形。所以我这边只需要把左边的这个黑色部分想象着，如果我翻过来右边这边，我转过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变得好做很多了。怎么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只需要去找到这个部分的面积，再减掉里面白色的这个三角形，我就可以拿到我的阴影部分了。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找到这个部分，减掉我里面的这个三角形，减掉我里面的这个三角形，我就可以拿到我外面的这个怪怪的图形了。那这个就蛮容易做了。我们可以先把比较容易做的这个三角形算出来，它的面积是多少。题目告诉我们 AB 等于20，然后它是一个正方形，所以这里也是20。那要怎么去算这个三角形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你看这个三角形其实是这一个正方形的1/4，所以你只需要先把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找出来 ，area of 我们的正方形会相等于20乘20咯，所以会等于400。然后我们要找三角形 ，area of 我们的三角形就等于1/4个这个400，那我们就会找到它相等于100。所以我接下来减100就可以了。那甚至于你是一个还没有学过怎样去计算圆的面积的小学生都好，当你发现到你的这个步骤有涉及到一个减100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知道 A 跟 B 大概率是错了的，所以可能你可以从 C 跟 D 之间蒙一个答案，那也不至于你不会做。那接下来要怎样去算这个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啊，其实它是一个1/8圆来的。怎么说？它就是一个，如果我把它继续往下画的话，这个圆是长这样子的，然后它的中心在这边，这个是一个90度，我们把它分一半，我只要这个部分，所以它就是一个45度，也就是1/8个圆。所以我要计算这一个部分的这个 area 的话，这个1/8圆的话，我知道 area 可以一个 grade 8的学生是已经学会了圆的这个面积计算的。area of 一个圆呢，会等于 pi r square。R 是半径，所以我今天要计算这个的话，它就会等于1/8个我的这个 pi， 然后乘以我的 r，r 是20 square，20 square 是400嘛，除8就是等于50 pi， 所以我们就会找到这边相等于50 pi， 我们的这个 area 就找到了，答案等于50 pi 减掉100。我们来看多一道题目，这道题目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它有很多个 square root x 里面又加 square root， 然后有无穷无尽多个，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等于3要怎么去计算。那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难，因为你没有办法走到它的最里面去，就很像洋葱这样子，很多层皮，你扒了一层之后还有无数层。那我们要怎样做呢？首先这整个东西等于3，如果我剖掉第一层洋葱皮的话，我只剩下里面这个部分，包括里面的这些东西，它其实也是等于3的。为什么？因为我里面还是一样有无穷无尽个 square root x 加什么什么，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题目简化成 square root x 加里面的这整个部分呢，我知道它等于3，所以我就直接写它等于3，我就可以把这整个无穷无尽的东西简化成一个有穷有尽的东西了。所以接下来我怎么做呢？当我有 square root x 加3等于3，我只需要把这个 square root 解决掉，我可以两边 square 起来，所以就拿到3乘自己等于9，然后这边只剩下 x 加3，然后 x 就等于9减3等于6，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答案了。所以如果你去套用把6放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它会得到一个很趋近于3的一个数字，我们就找到 x 了。下一题，题目告诉我们有3个连续整数 blah blah blah。首先什么是连续整数？连续整数就好像1、2、3这种相邻，然后下一个数字比上个数字大1的数字。再给一个例子，比如说52、53、54也是3个连续整数。那今天3个连续整数的乘在一起之后，拿到一个4位数，这个4位数以4开头，然后以6结尾。请问这3个数字是什么？然后它们总和在一起是多少？首先我们可以先尝试 narrow down the range， 把答案的范围先缩小，以便我们可以更容易去计算。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些简单的数字，例如说10乘11乘12会拿到大概多少等等。那更简单的方式是，我不需要反正他们的数字这么接近，我把它当成10来算先就好，反正我只是为了要减少我的范围。所以10乘自己3次也就是10乘10乘10会拿到1000嘛。
同样的，我们可以继续去 try， 比如说20乘自己3次，我会拿到8000。4000是介于1000到8000之间的，所以我知道我的答案会是一个10多的号码，它会在这两组号码中间了的。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我们还可以再继续 further narrow down the range。比如说，如果我是15 cube 的话，我会拿到多少呢？这个没有以上两个这么容易计算，但还是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尝试做出来的。首先15乘15，这个我甚至有背起来，会拿到225，然后225再乘15，你会拿到1125，然后2250加在一起3375，所以你会拿到3375，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答案还会比这个15 cube 还更大，也就是说我的答案呢可能会是15乘16乘17连续整数，或者是更大的号码，例如说16、17、18、17、18、19等等。题目还有给我们一个 info 是我们还没用到，而且我们可以尝试去用的，也就是最后一个数字是6。首先最后一个数字是6，它不是5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你不能会有5这种数字出现，0这种数字也一样，因为当你有一个0的时候，你不管乘多少，你后面都会是0。同样的，当你有一个5的时候，5不管你乘奇数还是偶数，你都会拿到0或者5为你的 last digit， 它不可能会是6的，所以我就可以排除掉一切有5的这个选项。那我基本上就可以尝试剩下的这2个选项啊。那剩下的这2个选项我们可以再继续用这个 last digit 是6来更容易的去计算出来的。比如说6乘7等于42，后面是2嘛，2乘8等于16，所以后面是 end with 6的 last digit 是6。我们再 try 下一个7、8、56， 6再乘9等于54，所以后面会 end with 4而不是6，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的排除掉这个选项，那我们就基本上就找到答案了。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就是16、17、18的这个组合。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就不再帮大家检查答案，我自己有先检查过了。这个答案你会拿到4896 which is 符合4位数，前面是4，后面是6的。OK， 那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把答案写成一个总和的形式，因为 SASMO 的这种Section B 你没有办法去写超过一个答案，你只可以写一个数字，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了。17乘3等于51，给我们做好了咯。这道题目呢是一个 last digit 的题目，只不过这道题目的数字看起来更大，看起来更困难了一些，但是没有关系的。last digit 的题目你知道它的原理怎么做了之后就很容易了。首先题目这边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2024 to the power of 2024，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个2024乘在一起。具体有多少个乘在一起呢？有2024个乘在一起。更何况这个东西你还要最后被 square 起来，square 起来的意思就是你继续乘多一次自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相等于2024乘自己2024次了之后再来多一次，所以一共会有2024乘2等于4048次，所以这个东西是相等于2024 to the power of 4048再加2024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 last digit 而已，所以我虽然这个东西我乘不出来，乘出来的话会是一个连计算机都未必算得出来的天文数字，但是我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只要去在乎它的 last digit， 我就把 last digit 以外的其他东西不理它，因为前面的东西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last digit 的，所以它其实就相等于我只需要找到4 to the power of 4048再加4会拿到的答案，然后找到它的 last digit 就可以了。但这个数字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我要怎么去把它做出来呢？在找 last digit 的题目，我们只需要找到它的规律就可以了。怎么说？就是我们去尝试找到4 to the power of 1、4 to the power of 2等等，找了几个之后，我们就会从中找出它的 last digit 的规律。比如说4是16， 16再乘4你会拿到64， 64再乘4你会拿到256。当然我们的重点只是 last digit 而已，前面的数字我甚至可以不写给你看也没关系的。你会发现它是一个4646不断重复的，所以说当你是13579奇数的时候，你就会是 end with 4，当你是24680你就会 end with 6。而今天的题目呢，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是一个后面是 even number 偶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会 end with 6了。因此这个东西我知道它的 last digit 是等于6，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解决了。最后把它加4起来，我会拿到什么答案？6加4等于10，
也就是你的 last digit 是0，所以我们就完成这一题啦。我们再来看一道看起来没有很简单的题目。这道题目呢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a² 减 8a 加15除以 a 加7了之后，我们刚好会拿到一个整数。请问 a 可以是哪些数字？然后它最大值可以是多少？然后怎么做呢？首先这个东西很复杂，我们可以尝试去把它简化一些，并找到它跟 a 加7之间的关系。那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常除法。怎么说？就是当我有这个 a² 减 8a 加15的时候，就算我是有 algebra 在里面，我有代数在里面，我其实也可以除的。除的方法跟我们小学1年级的时候学的正常的常除法是一样的。怎么说呢？ a 加7 a 要怎样拿到 a²？ a 乘自己 a 乘 a 可以拿到 a²， 所以当我乘一个 a 的时候，我的这整个东西都乘 a， 看看会拿到什么？会拿到 a² 加 7a。根据小学1年级我们学过的常除法，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减掉它，那 a² 就被 cancel 掉了。负 8a 再减掉 7a， 我们会拿到负 15a。然后后面的东西就把它继续带下来，然后我们再继续做咯。a 要怎样拿到负 15a？ 我们可以乘一个负15，所以这边我就写下我的负15进来，然后再次的把它乘进去，我就会拿到负 15a。然后7乘以15，你会拿到105，所以这边是减105，减是因为负15是一个负数。这个东西我们去把它 cancel 掉 ，15a 这个负 15a 在负得正 15a 之后，你会拿到没有的这个 15a， 然后后面呢则是15在负得正加105，所以你会拿到120。也就是说，当我们用 a² 减 8a 加15除以 a 加7的时候，你会拿到 a 减15。并且有120的余数。再简单来讲，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变成 a 加7乘以我的 a 减15，但是我后面没有办法完美的除掉，我还会有余数余120除以 a 加7，把它写成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好处在于我这时候可以把它分开来了。我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加，在分数里面分数是可以分成2半的。那我就会有 a 加7乘 a 减15除以 a 加7，再加上我的120，我把它分开出来了，然后就很容易啊，因为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要尝试去把它 factorize 成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可以直接把它割掉，然后留下 a 减15，就不再有分数哦。我唯一剩下的分数只剩下一个非常非常简单，只有分母这边有分数的东西了，那这边就很容易做。题目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必须要相等于整数。那前面的这个 a 不管我是什么数字都好，它本来就是一个整数。那后面的这个 a 这个分数，我要讲让它变成整数，我就要确保 a 加7是一个当你用120除以 a 加7的时候，你会拿到整数的号码。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 a 等于1的时候，a 加7就是8，那你就会拿到120除8 which is 等于45。那这个东西是符合条件的，只是 a 等于1肯定不是最大的，因为它很小。OK， 所以我们要找到的是尝试让这个 a 越大越好的同时，符合到它除到来最后呢，它可以是一个整数的结果。那也就是说 a 加7它必须要是120的一个 factor， 一个因子。120的 factor 有很多，你可以是1啊、2啊、3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不需要想到这样复杂，我们只需要让这个 a 加7越大越好。所以120最大的 factor 是多少？就是它自己本身哦。所以我可以让 a 加7相等于120，并拿到 a 等于120减7等于113。意思就是说，当我的 a 等于113的时候，我的这个分数就变成120在上面，下面的分母也是120，除到来你会拿到1 ，which is 当然是一个整数。所以我们符合了整数的同时，又让这个 a 成为了最大的一个数字。因为如果你大过120的话，你除了你就肯定是分数，因为分母比分子大。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是 B 113。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尝试把113套进来，不管你用计算机还是尝试去算，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呢，它会成为一个整数的。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就是 B。顺带一提啊，在面对这道题目，就算你完全没有 idea 要怎么做都好，你其实也可以通过猜答案的方式去 narrow 到这个选项的。怎么猜呢？首先你先 try， 因为题目要找的是最大值，所以你先 try A。如果 A 你放进来了这边，
然后你发现你拿到的答案是一个整数，那你就可以考虑把 A 作为你的答案。如果 A 错了的话，它不是拿到整数的话，那你就 try B， 因为如果 B 成功的话 ，A 也是错嘛 ，A 本来就错了嘛。然后 B 如果成功的话 ，C 跟 D 你就不用 try 了，以此类推。比如说你 try 到你放1、3的时候成功，那基本上答案只剩下2种可能性，就是 A 跟 C 跟 D， C 跟 D 你不用再试了因为 B 比他们大，就算成功也不会是答案。那当然会有这么一个可能性是，他故意 trick 你，把答案放在 E 这边，虽然可能性可能比较低。那由于你已经排除了3个答案，就算你从 B 跟 E 之间给你尝试去赌这个 B， 也是一个值得的这个猜测了的。OK， 那有关 SASMO 的分享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要了解除了 SASMO 以外，其他你能够参加的数学比赛，你可以去看我的这一期视频。如果你想要跟我学奥数，欢迎你来学习我的奥数实讲课程。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订阅这个频道，你才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祝大家比赛顺利，我们下一期再见。